他只这一句话不能说，他说像我将来吧，这个对这个星球造成剧烈影响，极为剧烈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地球上从来没有你这个人对地球造成影响。不过这话我一般不肯说，说了有时好多人受到人攻击。不过现在怎么说呢？他说2025你看就看2025。以前歌之名，我是安徽的一个农民。1985年的夏天，我去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球，生活了1个月的时间。我不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，还掌握了他们许多超前的科学技术，以及与宇宙核心秘密有关的方程式。我出生于1967年，现在已经属于中老年人了。我在1985年的时候遇到外星人，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宣传遇到外星人以及获得外星人科技的事情。这一宣传就是40年。我早已失去了激情，心力憔悴，极度疲惫。我现在只是凭借一股惯性在默默地坚持。外星人预言，我将在2025年成功，我要坚持到那一天，看看到底能不能成功。我想看到人工厂技术在地球上变成现实的那一天，我想看到人间奇迹的发生。我要用行动来打脸那些骂我是神经病和骗子的人。我希望人工厂能够创造医学奇迹，能够治好我的慢性病。年轻人很难体会年老人的心情。我去外星球的时间是1985年，那年我19岁，现在是57岁。我来说一说19岁与57岁的时候的身体的感觉和思想有什么不同。19岁的时候，时刻感觉自己身体很轻盈。57岁的时候，时刻感觉自己身体很沉重。19岁做梦，经常梦到自己会飞，身体像羽毛那样在空中飘荡，自由自在的感觉。梦中的场景是色彩斑斓，场景经常变化，大多是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奇异的陌生的地方。做梦经常是对未来的向往。57岁时做梦，经常做梦，梦到自己在寒冷的水中、肮脏的烂泥中跋涉，被坏人追赶，总是逃不掉。场景也常常是黑白的、阴沉的天，而且是自己熟悉的场景。做梦是经常回到过去。19岁经常想的是未来，57岁经常想的是过去。19岁的时候对未来没有计划，稀里糊涂的过日子，走一步看一步。57岁的时候对未来有很多计划，但是计划太多，又觉得每一种都是不可靠的。19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可以成功。57岁的时候总觉得做什么都要失败。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，而且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。19岁的时候富有正义感，喜欢热心帮助他人。57岁的时候经常装怂，看到邻居打架，马路上流氓无缘无故打人，赶紧溜回家。看到女士搬东西搬不动，
要左右环顾一下，看看老婆大人是不是在附近，确定不在，才敢动手帮忙。19岁的时候好动，做事情快；57岁的时候不想动，做事情喜欢拖拉。19岁和57岁抗疼痛能力不一样。19岁的时候身上有伤，很快就好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下池塘抓鱼，脚被树枝戳了一个洞，我无所谓，仍然在池塘里抓鱼，几个小时之后我才上来。57岁的时候身上受一点小伤都受不了，甚至连饥饿都让我浑身颤抖。三国演义里的夏侯惇眼睛被射中，仍然和人战斗，现代人可能找不到一个。57岁的时候身上有伤，好得很慢，有的还留下了后遗症，一直伴随着自己。19岁的时候没有慢性病，也没有意识到慢性病对自己的折磨的那种感觉，对于一切疾病都认为与自己有10万8千里。57岁的时候被各种慢性病折磨，慢性咽喉炎、关节炎、颈椎病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自己，又像影子那样摆脱不掉，都没有一丝能够好起来的希望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太折磨自己。对在医院里查出自己的各种慢性病也不再那么心惊胆战了。对于一切致命的疾病，总有一种剑悬在自己头上的感觉。19岁的时候特别能吃，饭量很大，吃饭速度超快，而且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美味。57岁的时候饭量小了很多，而且觉得什么都不好吃。19岁的时候觉得身体很油很滋润，5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一切都很柴。19岁时候特别害怕死亡，57岁的时候对死亡不再那么恐惧了，对别人指责自己不努力也不以为然了，认命了，爱咋咋地吧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19岁的时候觉得金钱就是狗屎，看不起说金钱重要的人，讨厌把钱挂在嘴边的人。57岁的时候才认识到，无论什么人失去了金钱就一无所有，人就变成了狗屎。19岁的时候有着许多伟大的人生目标，57岁的时候才知道 99.99% 的人被金钱这个牢笼困住，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钱。19岁的时候讨厌谈钱的人，对和你讨价还价的人很鄙视。57岁的时候才认识到，真正可靠的人是和你讨价还价，把钱算得很清楚的人。19岁爱过人，恨过人，敢爱敢恨。57岁的时候不恨人了，也不爱人了，不觉得有什么人可爱，在很多情况下不敢爱，也不敢恨。但是在生活中觉得很多人真的是很厌恶，很恶心。19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猫狗等小动物，57岁的时候对这些小动物都很厌恶。19岁的时候不知道要和人保持距离，什么人都想亲近。57岁的时候才知道和某些人保持距离的重要性。
19岁的时候喜欢给人出主意，57岁的时候不再给别人出主意了，但总是假装着认真听取别人的主意。19岁的时候总认为敌人坏人是很远的地方，57岁的时候才知道伤自己最深的人，对自己最狠的人就在身边，最可怕的最陌生的就是你最亲的人。19岁时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凑热闹，57岁的时候看到一个地方人多就心烦，想逃离。19岁时特别相信权威，57岁时才知道权威和欺骗联系在一起。19岁时认为人要说真话，对人要真诚，经常把自己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。57岁的时候才知道说真话如同脱光了衣服站在众人面前，自己难堪，众人也难堪。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，反而得到了嘲弄和侮辱。19岁的时候渴望得到美丽漂亮的女人，57岁的时候才知道善良温柔的女人才是世上最稀缺的资源。以上朗读的是张祥前钱哥写的文章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以上的文章呢是张祥前钱哥发表的文章，我以朗读的方式呢进行了一个复述。那么从以上的文章当中呢，大家可以感觉到钱哥的心酸和无奈。钱哥在追求真理和科技的道路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他。他在这一行坚持了40年，有谁能够真正坚持40年呢？而且是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下。我在这里呢想跟钱哥说，加油，钱哥，你可以的，我们支持你。